我怀孕后不久，婆婆就找借口回了乡下。我妈知道后，帮我联系了育儿嫂，想让我回娘家待产。我和老公商量，他面露为难，说要征求他妈的意见。婆婆知道后，死活不同意我回娘家，电话里撕心裂肺地哀嚎着，每每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老沈家的大孙子。我不同意她回娘家待产，她不就闲在家没人伺候她吗？我这就在老家给她找一个保管，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，让她给咱家添个大胖孙。我用力捏了老公一把，想让他拒绝婆婆，可他张了张嘴，还是没能说出忤逆他妈的话。挂上电话后，我就单方面和他冷战了。沈浩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愚孝。每次涉及他妈，他永远一副我妈不容易，我得孝顺她的态度。我没想到婆婆平时办事拖拖拉拉，找保姆的事倒是雷厉风行。3天后，保姆阿姨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美美呀，我是你李姨，是你婆婆托我来照顾你的。这里还有一堆土特产，都是你婆婆让我带来给你补身体的。我看着她手里还在喷屎的鸡，微微蹙了蹙眉。进门后，李姨把鸡随意地往地上一扔，环顾一圈后，从兜里掏出张皱皱巴巴的纸，往我怀里一塞。我从车站打车过来的，车费288，你报销一下。我不解，李姨，我家离车站也就10分钟路程，怎么要这么多车费？李姨听到我这么说，瞬间炸了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大老远跑过来，难不成是为了骗你这点车费？我连忙解释，不是，您别误会，我是担心您被人骗。我看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，你别忘了沈浩也是农村的。俗话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嫁给了农村人，自己不也是农村人，瞧不起谁呢？我被他这番言论气笑了。李姨，从您进门到现在，我没提过一句农村人，是您自己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村人。他看着我，半天愤愤来了句，怪不得贵芬要让我来伺候你，原来还真不是个善茬。我脸色一沉，直接回绝他，您来一趟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我请您吃顿饭，来回路费也给您包了。我话还来得及说完，老公回来了。李姨立马换了副嘴脸，喊的那叫一个委屈。浩子呀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妈前2天跑来我家，千交代万交代，我一定要帮她这个忙。我是家也不要，你大伯也不管，就跑来了。可你老婆好像并不欢迎我，刚还想让我买车票回去，怎么可能？这一定是误会。老公扶她坐下，又倒了杯水递给她。李姨，你能来帮忙，实在太好不过了，这下我可省心了。我听得白眼直翻，找了个机会把老公拉去了角落。沈浩，你怎么回事？我前脚刚把人回了，你后脚就让人留下来，你是存心要跟我唱反调吗？老公低声哄我，一副讨好的模样。老婆，这个李姨是我妈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，为人善良，可能说话直了点，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先让她留下来试试，就当老公求你了。我这人向来吃软不吃硬，看到老公低声下气的模样，想着他夹在我和婆婆中间也不容易，最终还是心软松了口。结果当天晚上，李姨在打扫我洗手台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就把我新买的海蓝之谜面霜给摔碎了。看着碎了一地的面霜，我的心都在滴血。李姨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李姨一边用手把地上的面霜抹进保鲜袋，一边说：“不就一瓶面霜吗？多大点事儿？我一会儿赔你一瓶，大品牌的，这脏了的面霜就给我用吧。”我不嫌弃它是个杂牌，我感觉气有点上不来，扭头回了卧室。过了会儿，李姨拿了瓶大宝进来，
趾高气扬地和我介绍，看到没，国际知名大品牌，还没开封呢，赔给你，可别在背地里说我抠，这个一般人可用不上。我气到无语，对他没了好脸色。我皮肤容易过敏，你的国际知名大品牌还是留给自己用吧。对了，去把冰箱里的榴莲拿出来，我等会儿要吃。榴莲？李姨比划了一下，你是说冰箱里那个又黄又臭的东西？我敷衍地点点头，对，我闻着都臭了，怕你吃坏肚子，所以帮你解决了。我惊了，你把一整个榴莲都吃了？李姨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不就一坏掉的榴莲？你那么有钱，不至于和我计较这些吧？我气得够呛，转头还听到他嘟囔了一句：“心眼子还真小。”我更气了。老公洗完澡出来，我就忍不住把李姨的奇葩事迹说给了他听，想让他赶紧把人赶走。结果他却反过来说我：“李姨把榴莲吃了也是为你好。那榴莲热量高不说，糖分还高，你一孕妇还是少吃为妙。至于摔坏你的面霜，我想李姨肯定也不是故意的。她一直生活在村里，能懂什么海蓝之谜？在她眼里，大宝就是数一数二的大品牌了。她都把她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陪你了，你就不要和她计较了。别生气了，生气可是会影响到咱们宝宝。老公明天就带你去逛商场，咱买2套海蓝之谜。”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要是再多说什么，倒显得我真小心眼了。我也只能给他台阶下，2套海蓝之谜不够，必须再加个榴莲。好，第二天一早，我还迷迷糊糊睡着，就感觉腿上火辣辣的疼，像是被人打了。我睁眼就见到李姨高高抬起的手，我瞌睡虫瞬间跑了，大声质问她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李姨二话不说，拉开我们卧室窗帘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你还不起床？你这么懒，不怕影响到肚子里孩子？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恨得咬牙切齿。现在才早上6点，鸡都还没起，哪来的太阳？谁说的？我们村里的鸡5点可就醒了。李姨的嗓门很大，把睡梦中的沈浩也吵醒了。沈浩揉着惺忪的睡眼：“李姨，你怎么在这？已经很晚了吗？”听到沈浩的声音，李姨瞬间换了副谄媚的嘴脸，摇曳着微胖的身姿走到他床头。我看到他衣服里波浪摇晃着，摆动着，我再一次惊了，他竟然连内衣都没穿。浩子呀，你上班辛苦了，再多睡会儿。不用了，我等会儿还得陪美美一起出门，我也起来吧。我笑了，你确定现在就起床？老公一脸疑惑。我示意他看下时间，他低头看了眼手表，忍不住飙了脏话：“操，疯了，这才6点。”李姨瞬间委屈脸，眼眶里也沁满了眼泪。我在家早起惯了，不知道你们城里人会睡那么晚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实在受不了他这种戏精行为，直接冷冷回他：“现在你知道了，还不出去？”沈浩也没了好脸色：“李姨，我们会自己设闹铃起床，不用你来喊。”李姨那张脸一下没了光彩，蔫蔫地退出了我们房间。我看着被拍红的腿，越想越气，转身对老公下了死命令：“沈浩，今天无论如何你都得把他赶走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”老婆，你消消气，李姨呀是在农村待久了，村里人习惯天不亮就起床干农活，我刚已经很严肃地说过她了，肯定没有下次。我们再睡个回笼觉，一会儿逛完街，老公再陪你看个电影。可我才开口就被他给打断了：“李姨是我妈找来的，真要赶她走也得有正当理由。我总不能告诉我妈，咱俩想睡懒觉，所以要让她走吧。乖宝宝，我知道你最体谅老公了，别让老公为难了。”
好吗？哎，我只能咬破牙继续忍。下午出去逛街，在专柜买完海蓝之谜后，老公又提议我帮李姨选个礼物，缓和一下我俩之间的矛盾。我本来一口拒绝，后来想了想，又绕到负一楼超市去帮她买了一套大宝。老公有些不满，这礼物是不是太廉价了？送别的牌子他也不懂，回头当杂牌扔了，还不如送他喜欢的牌子。你要是嫌太便宜的话，我这就去退了。我这招以退为进，让老公只好妥协，不用退了，就他吧。回家后，我第一时间把李姨叫过来，把大宝套盒给了她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看错了，我总感觉李姨的表情里有种说不出的嫌弃。奇怪，大宝不是她的最爱吗？晚上，我洗好澡后坐在床上看育儿书，老公嫌我头发吹得不够干，刚拿起吹风机要帮我吹头发，房门就被推开了。浩子，快放下吹风机！老公被他吓了一跳，脸色有点难看。李姨跑过来，一把夺走吹风机。你们年轻人真不懂事，孕妇怎么能用吹风机呢？吹风机有辐射，对肚里的娃不好。一听是对孩子不好，老公的脸色这才有所缓和，默默把李姨手中的吹风机收了起来。李姨继续：刚你妈打电话我了，让我督促你俩分房睡。我脸色难看，为什么要分房睡？你们小年轻天天睡一起，怎么按捺得住不搞？这万一搞得动静太大，把孩子搞没了怎么办？我无语，冲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。这事用不着你操心，我们自己有分寸，要是能控制得住自己就好了。我可是过来人，听我的，为了娃娃好，今晚开始你俩分房睡。我心中莫名涌起一股火，我俩怎么睡？不用你一外人来教。李姨突然掏出手机，对着手机那头就是一顿哭诉。大妹子，你听到了吧？不是我不愿意帮，是你儿媳妇一直对我这种态度，你知道的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没受过这种气。什么？开扬声器？好好好。李姨打开扬声器，电话那头传来婆婆的声音：沈浩，美美，李姨可是你们长辈，你们怎么可以欺负她呢？再说了，是我让你们分房睡的，你们要是有气，尽管对着我来撒。听到婆婆的声音，刚还沉默的老公瞬间怂了。妈，你说什么话呢？我和美美怎么可能对您撒气？不就是分房睡吗？我们马上就分。挂上电话后，老公不顾我的阻拦，开始收拾衣物，准备搬去书房睡，还不忘给我洗脑。美美，妈说的也有道理，我睡觉不踏实，确实会影响你。这段时间，老公先搬去书房睡，等你生了，我第一时间搬回来。我被他的妈宝行为气笑了。滚滚滚，赶紧滚，滚了就别想回来。转头，我看到李姨要往被窝里钻，我一下压住被子，一脸防备。你干什么？李姨振振有词。你是孕妇，一个人睡可不行，我睡在你旁边贴身保护你。我气到磨牙，谢谢，不必，你也给我滚。我一夜没睡好，第二天约了闺蜜一起吃饭，饭桌上我化身怨妇，一个劲和她吐槽保姆李姨的奇葩行为。闺蜜听完笑着打趣我，要不你现在赶紧回去看看，海蓝之谜指不定已经被调包成大宝了。哈哈哈，我想起早上护肤时面霜的触感，顿时坐不住了。离开时，闺蜜还在背后喊撕逼大战的话，喊我去干架呀。我马不停蹄赶回家，刚打开家门，就看见散落了一地的衣服、裤子，书房里还传来李姨压抑着的呻吟。我的天一下塌了！我冲进屋内，杀到房门口，是要将这对奸夫淫妇抓个现行。可门一打开，我愣住了，
奸夫竟是！邻居王教授手足无措地从李姨身上下来，肩上还挂着李姨的玫红色性感内衣。李姨边找遮挡物边支支吾吾怪我：“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”我气到手都在发抖，无语地关上了房门。没2分钟，房内又响起了旖旎的声音。我被李姨的不要脸行为恶心到了，边吐边命令沈浩立刻回家处理这对老狗男女。老公急匆匆赶到家的时候，他俩刚完事，衣服穿得皱皱巴巴从书房走了出来。我整个人都控制不住颤抖，指着这对奸夫淫妇破口大骂：“你俩可真恶心，偷情都偷到别人床上了！”李姨毫不害臊：“我和王教授是正当恋爱，不是偷情。”呸！你有老公，你还能和别人家老公谈恋爱？你要点脸吧！王教授哆哆嗦嗦半天，说出一句：“我老伴走了2年了。”李姨嘚瑟：“听到没？人老伴早不在了，那你也丧偶了。”李姨眼眶一下红了，下一秒就开始哭哭啼啼抹眼泪。我正打算继续开队，老公把我拉到一边，悄悄告诉我，李姨她老公早些年动手术，把那玩意儿给嘎了，已经不是真男人了。我义正辞严，那也不能成为他偷人的理由。你不知道，前些年李姨闹着要离婚，是大伯求着她维持一个明面上的夫妻关系。后来李姨和谁好，大伯就都没管。我惊讶的嘴巴都差点合不上，没想到沈浩他们村里民风这么开放。李姨算不算农村开放式婚姻的先行者？我再退一步，行，就算她有婚内恋爱自由权，但她也不该在我们家，在你睡的那张床上瞎搞。你就不嫌脏吗？老公有些尴尬，只能硬着头皮和我解释，关于这点，我会和李姨讲清楚，让她和王教授去外面。我恨得牙痒痒。沈浩，我凭什么连他和老男人乱搞都要忍？老婆，李姨是成年人了，她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。我们虽然雇佣了她，但没办法干涉她的私生活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肯辞退她，对吗？老婆，就当老公求你，再给李姨一次机会吧。她要是下次还把男人带回来，我发誓，我一定把她赶走。我感觉这样的沈浩好陌生，陌生到根本不像是我认识的老公。就因为李姨是婆婆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，就要一直这么无底线的纵容吗？我花钱还不能找个称自己心意的？我赌气回到自己房间，狠狠关上门，眼不见为净。躺下的那一刻，我想起了刚刚闺蜜说的话，起身走到梳妆台前，打开了早上用的海蓝之谜面霜。果然，粉质、味道没一个对的。想起李姨来之后的种种骚操作，我决定网上下单一个隐形摄像头，我要记录她的所有罪行。这件事后，李姨像是知道错了，为了和我赔礼道歉，把她带来的留着下蛋的老母鸡也给宰了，还炖了满满一大锅鸡汤。看着鸡汤上浮着的厚厚一层油，我控制不住就开始干呕。这次李姨没有骂骂咧咧，反倒很有耐心地帮我把上面一层油给撇了，还加了个大鸡腿给我。美美，你现在是孕后期，来吃个大鸡腿好好补补。李姨这突如其来的热情，一时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我本来是打算象征性的吃个2口敷衍一下，没想到这土鸡贼香，我吃了1口就没能停得下来。等我饱到打嗝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大半只鸡已经进了我的肚子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却听李姨在那说，孕后期食量是会大一些。我那会儿1顿都能吃下一整盆红烧肉，老公也在旁边说，有胃口是好事，宝宝能吸收到营养。我默默地安慰自己，这次一定是饿坏了，下次可得控制着点。大半夜，
我肚子痛到直冒冷汗，还没来得及喊沈浩，下体就有股暖流直往下淌。我低头一看，满床单的血，我失声尖叫：“老公，救我！”在我彻底失去意识前，我看到了一脸紧张的沈浩向我跑来。再睁眼，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病床上，手上还打着吊针。李姨一脸愧疚地站在我床头，见我醒来，一个劲道歉：“美美，这回真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为了给你补身体，就在鸡汤里加藏红花。我不知道它会让孕妇流产。”“什么？你给我喝了藏红花？藏红花有活血功效，孕妇不能食用。”老公跑过来，满脸歉意：“老婆，是老公不好，我当时应该劝着你点，不该让你吃那么多，都是老公的错。宝宝，我的宝宝呢？”我连忙用手去摸肚子，还好肚子是鼓的，宝宝暂时是保住了，但你得住院保胎。听到要住院保胎，我眼睛一酸，眼泪止不住就往下流。李姨还在旁边插话：“哎呦，快别哭了，孕妇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。你给我闭嘴！”我狠狠瞪着她，声嘶力竭地吼她：“要不是你，我哪儿用得着保胎？你给我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！”李姨还想说话，却被老公阻止：“李姨，你先回去吧，这边我留下来照顾。”“那哪行呀，你一大男人。”“李姨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”见老公态度坚决，李姨努了努嘴，最终不情不愿地走了。人一走，我就躺在老公怀里直流泪。“老公，你把李姨赶走好不好？她差点害死我们的宝宝。”老公摸着我的头发，话语里都是心疼。“好，老婆受苦了，我这就和我妈说，让李姨回去。”老公这回说到做到，答应我后就给婆婆打去了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婆婆似乎已经知道了我住院的事，在埋怨了几句李姨后，她又开始说教：“美美呀，不是妈要说你，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控制不住自己那张嘴？这医生没交代你呀，孕期要清淡饮食，土鸡汤那么油，你怎么就能喝得下去？要我说，这事儿责任也不全在李姨身上，主要还得怪你自己嘴巴太馋。我没想到在这件事上，婆婆会颠倒黑白的去帮李姨，气得瞬间话都说不出来。婆婆还在继续：“你都快生了，就别做了，安安分分在医院里住着吧。等生下了大胖孙，我亲自过来照顾你，总行了吧？”“妈，那李姨先留着，我都这把老骨头了，带娃总需要个帮手吧？”李姨干活还是很麻利的。不说了，隔壁王婶子喊我去打麻将了。婆婆电话一挂，老公又一脸纠结地看着我，半天不说话。可这次我不会再惯着了。我把话一挑：“李姨留下可以，我走。”出院后，我回娘家过了段舒坦日子，直到我妈提醒我准备待产包，我才想到，确实是时候得回趟家了。这个想法也是临时起意，就没通知沈浩他们。结果我一打开门，就看到客厅沙发上坐了个陌生女人，身上还穿着我的睡裙。我狐疑地看向她：“你是？”对方看了我一眼，假模假样起身打招呼：“你是美美吧？我是李姨的女儿。”我打量了下那张脸，确实和李姨有7、8分相似，这才放下警惕。但我还是诧异，你怎么会在我家，还穿着我的睡裙？这时，李姨听到动静从厨房跑出来，见是我，脸上升起一丝不悦：“美美呀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就回来了？”我再次被气笑了：“这是我家，我怎么不能回来？倒是你，是不是该解释一下，你女儿为什么会在这，还穿着我的睡裙？小柳来城里打工，没地方住，我就让她先和我挤一屋。至于睡裙，那是昨晚她不小心把睡衣弄脏了，我就去你卧室随便挑了件。
你不会小气到连件衣服都不肯借吧？对于李姨的奇葩行为，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我边往屋里走，边说道：“这是我家，不是你家。麻烦你尽快让你女儿搬出去住，那睡裙就不用还了，就当是我送你们的。”说完，我没搭理李姨，转身回自己卧室了。我正准备收拾待产包，就发现梳妆台上的护肤品全没了。我大喊：“李姨，你过来！”李姨骂骂咧咧跑了过来，嘴里还埋怨着：“我又不是耳背，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？”我指了指梳妆台，问她：“我那些护肤品呢？去哪儿了？那些杂牌呀，我看都过期了。”就帮你全扔了，全扔了！我牙差点磨碎，那些加起来得好几万，你不问一声就扔了，谁允许你扔的？你忽悠谁呢？我用手机查过了，那些可都是杂牌，压根不值钱。我就岔气吐血，那些都是院线产品，需要去美容院定制，网上怎么可能查到？那就更不能怪我了。我一农村妇女，哪懂那么多？我要去拖地了，有其他事你再叫我吧。我被气到头突突的疼，一个电话打给沈浩：“沈浩，你给我马上回来。”电话那头，沈浩压低嗓音：“祖宗，你又闹啥？我陪你爸开着会呢，等结束了才能回来。”我挂上电话，越想越气，正巧看到前段时间买的隐形摄像头，我把快递包装给拆了，偷偷将摄像头安装在角落里。既然沈浩不管，那我就只能搜集证据，让法律来治治这老巫婆。我特意把抽屉里锁着的名贵护肤品摆了出来，又去保险箱找出了几套首饰，一一摆在了梳妆台上。一切布局完毕，我的心情好了很多，肚子也开始咕噜咕噜的叫。我催了沈浩几次，但他那边都没回应。我等不及他了，又不敢吃李姨煮的，只能自己点了个外卖。门铃声响起，我听见李姨开门后一连串的叫骂声。孕妇怎么能吃外卖呢？还真不拿自己当回事，看来上次乱吃东西住院的教训还不够。我听到李姨女儿劝阻的声音：“妈，你少说两句。”就得说，别到时候吃坏了东西又来怪人。我黑着张脸走出去，伸手把外卖给我，给你可以，但得先说好，你要是吃坏了，可跟我没关系。我拔高音量，我自己点的外卖，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他这才没好气地把外卖给我，转头从厨房端出几盘大菜，开始阴阳怪气地内涵我。饭菜我都煮好了，有些人还非要点外卖。我看这个家迟早被他给败完，我看着他就膈应，索性把外卖端去了茶几。他们母女俩则旁若无人地在餐桌上大快朵颐，李姨还时不时边吧唧嘴边说话。这次你能去学校当辅导员，可全靠你王叔。等入职后，可别忘了请你王叔吃饭。我想起李姨与邻居王教授的所作所为，心里一阵膈应，面前的外卖瞬间就索然无味了。李姨他们娘俩胃口倒是出奇的好，把菜都吃了个底朝天，就剩个盘子。完事儿，李姨来我面前，两手一摊：“你把今天的菜钱结一下。”我又没吃，我为什么要结？李姨振振有词：“要不是你回来，我不会煮那么多菜。你那么有钱，不至于赖我一顿饭钱吧？”我朝他翻了个大白眼：“谁吃的问谁要？我一口没吃，凭什么给钱？我是有钱，但我不是冤大头。”见我态度坚决的不给，李姨面色难看的走开了。没一会儿，他又拿了个拖把在我脚附近装模作样的拖地。我彻底炸了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吃外卖吃的脚下都是油，还不让人拖了？我气到直挠头，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我起身想拿东西走人，谁料脚底一滑，整个人摔在了地上，
肚子还撞到了茶几角上。我挣扎着想要起身，肚子却传来一阵剧痛，有股暖流在汩汩往下流。我闻到了浓郁的血腥味，快叫救护车！昏迷前，我隐约听到了李姨幸灾乐祸的声音：“让你不听我的，摔了吧，真是活该。”再次醒来，剖宫产手术已经结束，沈浩正在床边打电话给婆婆报喜。电话里就听到婆婆嫌弃的声音：“生了个赔钱货，还想让我来带娃，做梦呢！留你李姨在那帮衬足够了。”我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声音沙哑着说：“沈浩，你把我妈喊来，我要她。”沈浩见我醒了，蹲到床边安慰我。我态度坚决的要他喊我妈过来，他最后也只能妥协的去打电话。我妈来后，见到我这副惨样，眼眶一下红了。“你预产期不是还没到吗？怎么会突然早产？孩子呢？孩子没事吧？”我哽咽着拉住她的手：“妈，我要报警，帮我报警。”刚还在旁边连屁都不放一个的沈浩过来试图解释：“老婆，李姨只是好心拖个地，真不是故意要害你早产。你能来医院，还是李姨他们帮忙叫的救护车？既然你和孩子都没事，就不要去计较那么多了。乡里乡亲的，总不能闹得太难堪，这样我妈在村里会抬不起头。”我恨到咬牙切齿：“够了！你妈，你是还没断奶吗？那个李姨是故意害我们的孩子，你还在那说她好心？沈浩，认识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个人压根就没有心。你再帮他多说一句，我都要怀疑你和他是同谋。”沈浩站在原地一言不发，我对他太过失望。我紧紧握住我妈的手，态度坚决：“妈，帮我报警。还有，我要离婚。”沈浩面色为难地去拉我妈，我妈甩掉他的手，冷冷回他：“沈浩，美美刚生完孩子，情绪还不稳定，要不你先回去，让她先冷静冷静。”沈浩还想说什么，但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。等他一走，我妈就凑到我耳边，轻声劝我：“美美，不管是报警还是离婚，你都得有证据。”我泪眼朦胧地看向他，他哑着嗓子说道：“你做什么事，爸妈都会支持你。我们先搜集证据，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沈浩他们一家干的就不是人事儿，这婚必须离，孩子的抚养权也必须归我们。”后来，沈浩来医院看了我几趟，我都没怎么理他，他出现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。直到我出院，我妈没看见他人，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。我妈急得在那直骂人：“沈浩也太过分了，不知道你和孩子今天出院吗？”这些日子，我早已对他心死。我无力一笑，反过来劝我妈：“算了，让司机来接我们去月子中心吧。”等我们安顿好一起后，沈浩出现了。我妈这次没客气，上去就一巴掌：“沈浩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一个都不接。”沈浩一个劲道歉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昨晚有饭局，我不小心喝多睡过头了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？今天是美美他们出院的日子，你都能睡到下午，我看你就是一点都不把他们母子放在心上。”沈浩声音闷闷的：“是我的问题，我向您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我妈，最好是公司那边你先不用去了。妈，你别说了。”我心里一阵烦闷，既然沈浩来了，你跟着他回去帮我拿点东西。沈浩一听我妈要跟着他回去，脸色一下变了，支支吾吾的找了个借口就拿着手机出去了。当时我妈正在气头上，我又一心惦记着要用笔记本看监控，谁也没关注到沈浩的异样。沈浩和我妈才走没多久，李姨和她女儿就大摇大摆地进来了，还是空着手来的。
李姨女儿看了圈月子中心环境，嘴里念着：“这房间真豪华，住1个月得10几万吧。”李姨一听要这么多钱，扯着嗓子就在那喊：“生了个赔钱货，还花那么多钱，真够败家的。”她这话一说，我直接大变脸，对他们下起了逐客令：“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请你们立刻离开。别急呀，我来是有事和你商量的。”李姨走到我身旁，笑得一脸谄媚：“你生的是个女娃子，可不值钱。正巧我家小柳生了个男娃子，要不我们换着养养？我家不嫌弃帮你养闺女。”我被气到捂着剖宫产的伤口，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我自己孩子不养，跑去帮你养外孙，你把我当傻子？李姨还不放弃，继续给我洗脑。美美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那婆婆可是出了名的重男轻女，你生了个女儿，以后日子可不好过。我咬牙切齿，那也与你无关，给我滚！见我态度强硬，李姨也没了好脸色。我可是好心和你商量，你不同意就算了，以后别哭着来求我们。小柳，我们走。我真是早晚被这老太婆给折磨出精神病来。等我妈回来，我把李姨那些奇葩话术一说，我妈直接被这疯婆娘气笑了。我俩守在电脑前，开始找这疯婆娘偷东西的证据。监控里果然有李姨趁我不在家，把大堆护肤品全部装走的画面。她边装护肤品，嘴里还边飙着难听的脏话。这臭婊子真够败家的，要不是图她给那点工资，我才不愿意伺候这种拜金女。不过这些珠宝首饰倒是能卖不少钱，够给我养老的了。他的女儿小刘也出现在监控里，她目光贪婪地盯着我那些首饰。妈，这些首饰我挺喜欢的，能留点给我吗？李姨，你要沉住气，等我们搞死他，他的一切不都是我们娘俩的？看着李姨母女俩密谋的画面，我的背后冒起一层冷汗。我的感觉没错，李姨那天就是故意在我脚边拖地，她就是想害死我。然后鸠占鹊巢，我把监控往后面快进，竟然还看到了李姨把王教授带去我床上打炮的画面。画面里，王教授还有点担忧，我们在他床上弄是不是不太好？李姨一把扯下人家裤头，威胁他：“你弄不弄？换地方的话，我可就不搞了。”之后就是那样的场景，俩人还搞了不止一次。我强忍着恶心，将这些证据拷贝进 U 盘里。我妈没忍住吐槽起来：“你那邻居工作不是挺体面的吗？怎么会和这种人搞在一起？或许有些男人就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吧。”话音刚落，画面里出现了李姨的女儿，她身上穿着一件性感的情趣内衣。我正诧异她怎么会穿成这样出现在我的卧室。画面外传来沈浩的声音：“我和你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，麻烦你尽快从这搬出去。”李姨女儿将沈浩拉到床边，一番投怀送抱，任凭沈浩怎么推他，他都不松手。“浩哥，我已经错过你一回，我不想再错过了。我和他已经彻底断了，现在我要你当我唯一的男人。”我感觉头顶绿油油。我怎么都没想过李姨女儿会和沈浩有过一段。沈浩此时还有点理智：“你放开我，我已经结婚，我有老婆也有孩子了，我不可能为了你放弃现在的一切。浩哥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你一定还在生我气。你气我第一次不是给的你，可我是真的有苦衷的，你相信我。”原来沈浩不仅和李姨女儿谈过，俩人还睡过。现在这场景算什么？算他们旧情复燃，还是算我活该？画面里，俩人还在继续推搡，可很明显的动作越来越暧昧。沈浩不是柳下惠，在李姨女儿的极限攻势下，
很快败下阵来，被李姨女儿压在了身下。我看了下监控时间，正是我出院那天，怪不得我妈怎么打沈浩电话都没人接。沉浸在这样的温柔乡里，是个男人都会把老婆孩子扔一边去吧。我冷着脸看到他们结束完事后，李姨女儿躺在沈浩怀里，红着脸告诉他：浩哥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想想是你的儿子。监控镜头还在继续。我妈已经控制不住，掏出手机准备报警了。美，沈浩联合疯老太婆一家谋财害命，我们必须报警。我没有阻止我妈，大概是我生孩子的时候，沈浩的态度确实伤到了我，我对他早就没了期望。所以，警察从我家带走沈浩和李姨母女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大快人心。只是这样的代价还不够，在月子中心的日子，我没有自怨自艾，反而是积极的配合产后修复。2个月后，我打扮光鲜的来到看守所，递给沈浩一份离婚协议书。协议书上清楚地写着，小孩的抚养权归我。沈浩净身出户，沈浩还想做最后的挣扎。美，我只是一时糊涂才会上他的当。我爱的只有你，我们连孩子都有了，我不可能同意跟你离婚。沈浩，或许从一开始，你爱的就只是我的钱。我不带任何一丝感情地看着他。这段时间，我也想明白了，索性直接和他摊牌。你把离婚协议签了，我马上撤诉，不然就让你的小青梅陪你在这把牢底坐穿吧。沈浩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嘴里还念叨着：美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遭遇了这一切，谁还能不变呢？纠缠一番后，沈浩还是妥协签下了离婚协议书。我火速和他办完手续，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把监控里拍到的那些劲爆画面全发到了网上，顺便还搭配了一篇小作文。很快，我的小作文在网上火了，沈浩成了人人喊打的渣男。他们家门上被人泼了粪便，还用红色油漆写满了各种泄愤的话。现在只要他们家一出门，就被全村的人指指点点。沈浩他妈要的面子完全没有了，他天天在家发癫，据说张口闭口骂的都是姓李的，说是这姓李的害了他家。我有时候甚至庆幸，要不是李姨3番5次的作妖，我还真不会铁了心离开沈浩。那属于我的苦日子还在后头。这事儿闹了1个月也没个消停。沈浩他妈在家哭天喊地的骂沈浩，斥责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最后沈浩没办法，只能说出想想是他亲儿子的事。这下沈浩他妈又精神了，一下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傻儿子，这种好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我这不是怕你不肯认。当初沈浩和小柳在一起，沈浩他妈是1哭2闹3上吊，死也不同意。沈浩一直觉得小柳当初和别的男人走了，和他妈脱不了干系。如今他妈却换了个说法，是我们沈家的。我当然认，你现在就带他去做亲子鉴定。要真是我们家的种，妈就同意你俩结婚。小柳一直是沈浩的白月光，即便后来和我结婚，他也一直没忘记小柳。现在他妈竟然松口他和小柳的事，他当即泪流满面，戴着口罩就偷摸出门了。沈浩满怀期待地等着亲子鉴定出来，等着和小柳最后的大团圆结局。可现实给了他重重一击，鉴定报告上竟然写着想想压根就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小柳又一次欺骗了他。沈浩他妈得知后，在家一蹶不振了几天，后来像是想通了，死皮赖脸地拉着沈浩来我家哭诉。每次他都声嘶力竭地控诉着李姨一家，张口闭口就是都是那个小贱人的错，是那小贱人勾引的沈浩。
沈浩每次都在旁边，把头埋得低低的。我想他是知道丢脸的，只是他不会去忤逆他妈。我突然就笑了，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看上这样的家庭？我一点机会都没给沈浩，直接选择了报警。在我报警第88次后，他们娘俩总算是不出现了。听说沈浩已经开始重新找工作了。也对，和我离婚他可是净身出户的，当初他也是靠着我家，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成了年薪100万的浩总。房子是我爸买的，车子是我妈送的，他爸妈是我养的，现在没了我家的庇护，我倒要看看他靠什么一个人养活他的吸血鬼家庭。我爸在得知这件事后，立即通知同行业封杀了沈浩。最后，实在找不到工作的他，被逼无奈，只能先去送外卖维持生计。某天晚上，月嫂不小心把女儿的奶瓶摔坏了，我图省事外卖了一个奶瓶，没想到送奶瓶来的人竟然是沈浩。他穿着外卖服，站在我家门口，数度欲言又止。我看着他那张沧桑的脸，心里想的却是，如果当初没有我，他应该早就体验了这种人间疾苦。可我当初的好心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他借着妈宝的名义搪塞我，换来的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息事宁人，换来的是他对我的背叛。我啪一声重重地把门关上了。我要感谢自己的果断，让我早早地远离了这种渣男。我相信，属于沈浩的报应还不止这些。后来我就再没了他的消息，直到5年后，我办了场声势浩大的婚礼。老公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暗恋我当年他从我爸那听说我离婚后，立马就从国外飞了回来。这5年来，他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帮我带孩子，鼓励我走出那个黑暗的世界。我一度以为经历沈浩后，我不会再爱，也不会再组建新的家庭。可老公的出现，治愈了我，也改变了我的想法。我决定给自己一次机会，重新开始新的人生。我结婚的当天，李姨母女也被放了出来，他们试图来破坏我的婚礼，却被保安架走，扔到了门外。后来我略施小计，放话我曾留给沈浩一张卡，卡里有几百万余额。李姨母女果然转身缠上了沈浩，沈浩一家被缠得没办法。沈浩他妈眼瞅着家里名声毁了，沈浩也娶不到别人了，只能松口让他娶了李姨女儿。俩人还在村里摆了酒宴，可惜村里人都听说了他们两家的故事，没人愿意去帮忙，更没人愿意去祝福他们。听说当晚小柳看着空荡荡的酒席，把桌子都掀了。婚后不久，小柳就找各种借口问沈浩要钱。沈浩把婚前攒下的那点积蓄都给了小柳，可小柳心里惦记着那几百万，以为是沈浩他妈藏起来了，就3天2头找事去骂沈浩妈，家里闹得天翻地覆。最后小柳才知道沈浩身边压根就没几百万，当骗子那么多次的他竟然也被人骗了。可现在婚也结了，一时半会儿也离不了，他只能天天逼着沈浩去赚钱。可送外卖又能赚几个钱？小柳嫌沈浩没出息，赚不到钱，自己花钱又大手大脚，天天不是吃喝就是打麻将。俩人为了钱的事，经常大打出手。直到一天晚上，沈浩提前下班，却逮到了他那正在和奸夫偷情的老婆。盛怒之下，他从厨房拎起菜刀，手刃奸夫，捅死老婆，还上了社会新闻。沙发上，女儿看着新闻里沈浩那张被打了马赛克的脸，表情愤怒：“妈妈，这种人真是太可恶了，法律必须严惩他。”是的，老天爷是公平的，做错事怎么能不受惩罚呢？我不露声色地删除了手机里无关紧要的信息，转身将女儿揽在怀里。
这一刻，我偷偷下了个决定：下个月我们全家移民国外，我要给女儿一个全新的人生。